最諷刺的是什麼？最讓人絕望的又是什麼？是整個行業裡最該站出來的人，從頭到尾像個死人一樣沉默，被實錘的品牌沒有道歉，也沒有回應，沒有澄清，也沒有解釋，沒有承認任何問題，也沒有給消費者半句交代。前幾天極客灣那一條轟動整個數碼圈的視頻，我相信只要是關注手機的人，基本上都會刷到過。人家自費購買那麼多台市面上正在售賣的零售機，一台一台去測，一台一台去对比，把廠商送過來的媒體機、測評的機器和我們普通人花錢可以買得到的機器放在同一個場景裡面跑遊戲，測幀率，看功耗、摸溫度，直接把整個行業藏了那麼多年的遮羞布一把扯了下來。媒體機作弊這件事情，相信不是大家第一次聽說。他們用挑過的最好的芯片，體質最棒，漏電最低，性能最穩。系統裡面給的測評軟件給熱門遊戲開白名單，說最高頻率，壓最穩的溫度，偽造最完美的幀率，怎麼好看怎麼來。反而是我們消費者花了那麼多錢購買的零售機，然後呢，芯片隨機，調度保守，該降頻降頻，該發熱發熱，幀率一直就往下掉一截，功耗高一大截。同樣的遊戲，同樣的設置，體驗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宣傳上面的滿幀流暢，到手變成了斷斷續續；測評裡的冷靜控溫，變成了一用就燙手。這哪裡是產品差異？這根本就是明晃晃的雙標，是對所有消費者的欺詐。極客灣把這些真實的數據、明明白白的差距，把原本的就給拍了出來，沒有抹黑，也沒有造謠，全是實測。他們也有保留那一些原始數據。都是實拍的結果，但動了誰的蛋糕呢？就因為說了別人不敢說的真話，那一條視頻播放量破千萬，幫無數消費者看清了真相的視頻，但是一夜之間沒了。極客灣那一條憤怒發聲，直言要和某些廠商宣戰的動態也被刪除了，網友們心疼真相被埋，親自截圖，親自去轉載，結果呢，發一個刪一個，傳一段沒有一段，刪視頻的速度快到離譜，力度大到嚇人，就像要把這段揭秘事實的內容從整個互聯網上面徹底抹去。最諷刺的是什麼？最讓人絕望的又是什麼？是整個行業裡最該站出來的人，從頭到尾像個死人一樣沉默，被實錘的品牌沒有道歉，也沒有回應，沒有澄清，也沒有解釋，沒有承認任何問題，也沒有給消費者半句交代。他們就安安靜靜的看着視頻被刪，看着聲音被掐，看着輿論被壓。吃準了互聯網沒有記憶，吃準了我們普通人好糊弄，吃準了再過幾天大家就會被新的發布會、新的芯片、新的攝像頭吸引，然後把這件事情徹底翻篇。憑什麼認認真真做實測的人、踏踏實實講真話的人要被這樣子打壓、被刪稿、被限流、被全方位的狙擊？憑什麼我們真心實意去支持、真金白銀買單的國產手機，要把心思花在媒體機作弊、給零售機縮水，而不是沉下心好好做產品？憑什麼犯錯的人毫髮無傷，敢說真話的人寸步難行？我們生氣從來不是說糾結那幾幀的幀率，那幾度的溫度。我們生氣是因為我們看着國產手機一步步走到今天，從被嘲笑、被認可，從落後到領先，我們真心的驕傲，我們真心的去支持，願意多花錢，願意等技術成熟，願意包容不完美。我們絕對不接受。我們不接受被當成傻子一樣去耍，我們不接受花旗艦的錢買被偷偷降頻、被偷偷閹割的體驗。我們要的從來不是完美手機，而是誠實的產品、透明的標準、被尊重的知情權。這件事情最恐怖的地方根本不是說誰對誰錯，而是一種讓人窒息的現實。只要資本夠硬，手段夠狠，熱度壓得夠快，真相就可以被刪除。問題就是可以假裝不存在，消費者的權益就可以輕飄飄的被踩在腳下。今天他們刪掉一條視頻，明天就可以刪掉更多聲音。今天他們能夠無視一次質疑，明天就可以無視所有的監督。我知道互聯網的記憶很短，用不了多久，這件事情很快就會沉下去，沒有人再提，也沒有人再問。大家會繼續聊新機，繼續聊跑分，聊誰又贏麻了。好像這一段讓人憤怒、讓人失望、讓人寒心的經歷從來都沒有發生過。我真的很希望我們不要那麼快忘記，我們不要忘記那一個敢站出來、敢硬碰硬、敢為我們發聲的人，
不要忘記那些一遍又被一遍刪除的視頻裡藏着多麼真實的體驗。不要忘記，我們作為消費者，不只是行走的錢包，更是權利、有底線、有態度的人。可以原諒，但是不能健忘；可以支持國產，但是必須保持清醒。今天我們選擇沉默，看着真話被刪掉，明天可能就沒有人敢再為我們說話了。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就這麼算了，真的不能。